命运这个话题伴随着人的出生而存在一世。当人生面临挫折时，我们或许会感叹命运的不公，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佳。然而，命运究竟是什么呢？是所谓的迷信吗？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，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是千百年来人们都在研究和讨论的话题。下面我将与你一起探讨关于命运的话题，通彻地告诉你人生与命运的关系，以及佛学对命运的看法。视频会有点长，耐心地读下去，可能会改变你以前的想法。什么是命运？命是指先天的决定条件，运是指后天的际遇。比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命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注定的，无法选择。还有他出生的年代也是他的命，他也无法改变。而当这个人先天决定条件已经确定后，接下来他要面临各种情况，而这些就是他的运。比如他会面临各种人生选择，这些选择的结果会影响到他一生的路途。而人为什么有命运？人一生的境遇往往由于各种的因素而改变命运。有的人由于一个人而改变命运，有的人为了1块钱而生命改观，有的人由于一件事而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，甚至为了一句话、一个念头，使人生有天壤之别的变化。转变人生的这些因素本身虽然至为细微，但是影响力却非常巨大。好比将一枚小沙石投至江海中，沙石虽小，却能震动整个江面，泛起阵阵涟漪，为一个人而改变了一生。明朝的吴三桂，由于美丽的姬妾陈圆圆被闯贼李自成所掳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愤然引清兵入关，虽然击溃了闯贼，夺回家人，但是他个人在历史上却背负了危害国家民族的罪名，不但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为1块钱而改变了一生，为了1块钱也会改变我们的命运。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年轻时离家创业，父亲给了他1块钱，他以这1块钱为资本，发愤图强，终于开创了福特汽车公司，闻名于国际，写下他自己的历史。抗战期间，有一位年轻战士赶赴沙场的途中，救了一位想要跳河自尽的妇人。妇人被救上岸之后，不但没有感谢青年，并且责怪青年害他生不如死。在青年一再的询问之下，妇人才伤心欲绝地道出自尽的原因。原来她的丈夫遭人陷害，锒铛入狱，家中留下年迈多病的高堂，以及3个嗷嗷待哺的稚子需要侍奉抚养。奈何家徒四壁，贫无力追，只好将仅有的衣物典当的1块银元，以治疗母亲的陈年病疾。那只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奸诈的商人却以假的银元欺骗他。在这种断绝生路之下，
只好一死以求了断。青年听了之后，油然生起恻隐之心，就对妇人说：您的遭遇太值得同情了，我这里有一块银元，请您拿回去安顿家人，为了免得再危害他人，请您把假的银元给我吧。青年拿了假银元，不经意地随手往身上口袋一放，就出征去了。在一次激烈的战争中，枪林弹雨之下，一颗子弹朝青年的胸膛射来，正巧打在放着假银元的部位，假银元凹陷了下去，却救了青年的一命。青年由于一念之善，以1块银元救了妇人一家人，也为自己挣回后半的人生，为一件事而改变了一生。除了一个人，1块钱足以扭转乾坤，改变命运之外，一件事也会改变人类的命运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，不仅使他个人成为全球各国尊敬的发明家，并且世界人类也因此而得到光明，免除黑暗的恐惧与不便。诺贝尔发明了火药，为一些野心人士恶意使用，为人类带来多少的浩劫灾害。但是诺贝尔奖金又对世界文明的进步、文化的推展提供了多少的注意。类似的一件事也往往具有无比的力量，影响我们的祸福荣辱。古来的大德因为一件事而人生改观的不乏其例，譬如六祖慧能为了舂米而去除了瘴弊自性的糟糠，香严智贤为了锄田而离出了一片的光风霁月。多少的禅师由于花开花谢而参透禅机，多少的士子因为日出月现而了然于心，多少的云水僧看到青山清晰而灭却心火。在人的一生之中，对于某一件事，如果能够用心留意，人生可能因此而别有一番境地。为一句话而改变了一生。唐代的丹霞禅师本来要进京赶考，途中遇见一位出家人，对他说：你要去考官，求取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倒不如去参加选佛，成就出世间的解脱。他一听，当下改变了主意，到寺院出家参禅，终于成为一代高僧。一句话如同一记棍棒，敲醒了他的富贵梦，拓展了另外一片更宽广的人生。有人问赵州禅师，将来宇宙毁灭的时候，这个身体还存在不存在？禅师不经意地回答说：随他去。事后觉得如此的回答未必圆满。当火烧出禅，水淹二禅，风吹三禅的时候，我们这具身躯还有吗？为了这一句随他去，虽然赵州已是80岁的老翁，却也穿起芒鞋，跋涉千山万水，访到寻师研究这个问题，留下了一句随他语：千山走那僧的美谈。为一个念头而改变了一生，为了一个人，1块钱，一件事，一句话会改变命运，一个念头也会使我们有180度的大转变。这一念可能是圣贤，也可能是渔夫。这一念上穷碧落下黄泉，百界千如无所不变。
因此如何摄心正念是不容怠忽的功夫。而控制命运的力量是什么？每一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境遇，有时候看到别人的飞黄腾达，想想自己的不如意，就慨叹起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感伤自己命运的乖舛，更甚者就怨天尤人，埋怨老天爷捉弄命运。其实我们的命运并不是别人所能控制的，控制我们命运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又如何控制自己的命运呢？一、习惯控制命运。佛教说烦恼难断，而去除习气更难。习惯会左右我们的一生，习惯成自然，一旦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气，则生生世世难以去除。坏的习惯不但使我们终生祸患无穷，并且累劫贻害不尽。譬如一个人脾气暴躁，恶口骂人，习以为常，则必定人缘不佳，阻力重重。有的人养成吃喝嫖赌的恶习，不久便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。其他如好吃懒做、阿谀奉承、欺骗违信等，都是自毁前程的陋习。相对的，好的习惯如勤劳、诚信、谦逊、有礼、忍辱等，都是良好的习惯，能够增长我们的道德，广结善缘，化险为夷的贵人助。而迷信控制命运，世间的迷信东西方都有，有避讳的迷信，譬如13日不吉利，黑色星期五，该房子建高楼不能有4楼，出外住旅馆避免住9号房。迷信影响我们的生活方面更是深远，譬如做事、婚姻看日期、算命卜卦，过年扫地不能往外扫，生怕把钱财扫出去。佛教认为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只要合乎因果正理，没有什么可忌讳的。迷信的行为如同绳索，把我们的手脚捆绑起来，无法动弹。迷信的行为如同乌云，使我们生活笼罩在阴影之中，无法见到光明。这许多禁忌迷信影响我们命运之巨，可见一斑。3、情念控制命运。在我们的一生之中，受到感情牵绊的影响最深。有的人为了感情不顺利而毁掉前程的比比皆是，因此感情如果处理不当，不幸的命运就如影随形接踵而来。一个人若是对家族的亲情、朋友的友情、男女的爱情过分执着，将活在痛苦的泥沼里。要免除感情的束缚，必须持有智慧的利剑，怀抱豁达的胸襟，控制感情，不为感情所驾驭。4、权力控制命运。权力也是影响我们人生的一股巨大力量。有的人活在神权之下，事事都要求神问卜，才敢放心去做。有的人迷恋政权，利欲熏心，腐朽了纯真的本性。有的人则以亲情干涉子女的理想志向，
乃至情感婚姻，有的人被欲望所牵引，成为欲望的奴隶，不但自己触犯法律，也带给社会不安宁。5. 业力控制命运。控制我们命运的最大力量为业力。所谓业力，是指行为的影响力。一个人身、口、意的造作，有善有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古德说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业力虽然能控制我们的命运，但是控制业力的却在于我们自己。如果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不造恶业，广植善根，我们的命运必定是光明平坦的。3. 改变命运的方法。习惯、迷信、感情、权势、欲望、业力虽然能控制我们的命运，但是命运并不是定型而不可改变，因为一切的习惯乃至业力都是我们自己造作的。只要我们善加摄持正念，谨言慎行，仍然可以将乖舛的命运转变为美好的命运。那么命运又如何改变？改变命运有什么方法呢？1. 观念可以改变命运。佛陀成道之后，为我们揭示世间充满痛苦的真理，并且进一步告诉我们减除痛苦的方法，实践八正道。而八正道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正见。正见建立了，其他的7正道有了准则依据，才不至于出差错。所谓正见，就是正确的见解，正确的观念。正确观念的建立，对于我们个人修身立业、社会繁荣进步、世界和平安乐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譬如西星好雷虽然有超人的聪明，但是缺乏政治正见，妄想征服世界人类，并且建筑许多集中营，以虐待无辜的战俘为乐事。他个人的邪知邪见不仅改变了欧洲历史，带来了惨绝人寰的浩劫，并且影响德国的命运。因此佛学认为，一个人行为上有了瑕疵，还有挽救的机会，但是如果观念偏邪不正，则贻害人类的祸患将更大，解救之道就更难了。2. 信仰可以改变命运。有了信仰，好比航海中有了目标，旅程上有了方向，做事有了准则，可以一往直前，迅速地到达目的地，减少不必要的摸索。信仰的力量如同马达，是我们向前迈进的动员，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信仰的力量是不代言的，而信仰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宗教。像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热爱，是艺术的完成为他的信仰，因此甘愿呕心沥血地从事艺术创造。翻开文化史，有不少思想家、哲学家一生为了人类共同理念的完成，奔波于道路上，如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，如最近来俄国的诺贝尔奖文学家索忍尼辛先生，又如宋朝的岳飞，毕生以精忠报国为他的信念，最后终于求仁得仁，竭尽了忠诚，献出了生命。
他对国家尽忠的信仰改变了他自己命运，并且也为历史树立一种坚毅凛然的形象，至今仍然影响社会民心，成为万民膜拜的英雄。可忘了。3. 结缘可以改变命运。人为社会的一员，不能离开社会。我们一生的命运和社会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譬如我们平日衣食所需，是仰赖社会各阶层的分工合作，班有运无，才能日用无缺。入学校求知识，由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，才能免于语役，甚至将来进入社会服务于乡子，也需要借重同仁的帮助，上司的提拔，才能发挥一己才能，有所作为。因此我们如果想事事顺心，运道亨通，就必须和他人保持和谐的来往。佛教所谓的结缘，就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意思。经上说，为学佛法，先结人缘。我们要广结人缘，给人以方便，结缘越广，必能回报给自己更大的方便。助人即助己，虽然我们不断的付出帮助别人，其实我们帮助的是自己，因为自他不是对待，而是一体。唯有在完成他人之中，才能完成自己。因此菩萨以众生为修行的道场，广施慈悲，从对众生结菩提法缘之中而成就福道。结缘不仅能改变我们的命运，并且是进趋佛法的重要门径。日常生活中，一个亲切的笑容，一句鼓励的赞美，举手之劳的服务，真诚的慰问关怀，都能带给对方莫大的快乐，增进彼此之间融洽的关系。结缘使我们的人生更宽润，命运更平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4. 持戒可以改变命运。观念、信仰、结缘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，持戒也能以转变我们的命运。持不杀生戒可以转短暂的寿命为长寿，持不偷盗戒可以化贫贱的生活为富有，持不邪淫戒可以保持家庭的幸福美满，持不妄语戒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赞誉，持不饮酒戒可以长保身体的健康以及理智的清明。持戒能将原本坎坷的遭遇改变成福乐安康的命运。人人都有命运，而命运又受到种种力量的控制。我们如何摆脱命运的控制，开创自己的人生呢？那就要人人培养正确的观念，树立坚定的信仰，广结良善的人缘，严持清净的戒律。能够如此，不但不为命运所控制，并且能够自由自在调御命运。4. 佛学对命运的看法。命运既然如此奥妙，那么佛学对于命运究竟有什么看法呢？1. 佛学认为命运不是定型的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佛学虽然也讲命运，但是有别于外道机械的宿命论，佛学主张诸法因缘而生，空无自性，因此命运也是因缘生法，没有自性。
坏的命运可以借着种植善因善缘而加以改变，像小沙弥增长福寿就是有名的例子。有一位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师父，一天在禅定中知道自己疼爱的徒弟只剩几天的寿命，心想这么乖巧的孩子怎么只剩下7天的寿命呢？真是太不幸了，不可以将真相告诉他，他小小的年纪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？天一亮，师父压抑着悲伤，将小沙弥叫到跟前说：好孩子，你有好久不曾回家看望父母了，你收拾行李回去和父母聚一聚吧。不知情的小沙弥虽然感觉到师父的异样，但是仍然高高兴语地拜别了师父，回家乡去了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过了7天，小沙弥还没有回来。虽然断了烦恼的阿罗汉，也难免为小徒弟的不幸遭遇而怅然伤感，心中正在为再也见不到徒弟而郁郁不乐时，小沙弥突然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阿罗汉大为惊讶，牵着小沙弥的手上下打量地说：你怎么好好的回来了？你做了什么事吗？没有呀。小沙弥迷惑地摇头回答：你仔细想想看，有没有看到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师父不放松地追问。我想起来了，回家的途中，我经过一个池塘，看到一团蚂蚁被困在水中，我捡了一片叶子，把它们就上了岸。小沙弥如实地回答，乌黑的眸子散发着喜悦的光芒。师父听了之后，马上在进入神通之中观看徒弟的命运。这个孩子不但去除了夭寿之相，并且有100岁的寿命。小沙弥的一念慈悲，不但救了蚂蚁的性命，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除了慈悲能改变命运之外，修福也可以转坏命为好命。有的人认为自己罪障滔天，恶贯满盈，永远无法扭转命运，其实不然。佛教认为在身中的恶业也可以减轻，好比一把盐，如果将它放入杯子之中，当然咸得无法入口，但是如果把它撒在盆子里或者大水缸中，咸味自然减淡。罪业的食盐无论如何咸涩，只要福德因缘的清水放多了，仍然可以化咸为淡，甚至甘美可口。一块田里虽然杂草和禾苗并生在一起，但是只要我们持以精进，慢慢除去无杂的蔓草，等到功德的家禾长大了，即使再多一些蔓草，也不会影响收成。因此深重的罪业可以借着广植福德而加以改变。命运既然可以因为行慈悲、培福德、修忏悔而加以改变，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如此不可更改的。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种种的修持而加以改造。相反的，好的命运不知善加维护，也会失去堕落。所谓居安思危，不能不戒惧谨慎。佛学重视宿命，但是佛学更重视未来的命运。佛学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世因果，
佛学虽然重视过去的命运，但是更注重现在和未来的命运，因为过去的夙业已然如此，纵然再懊恼也无法追回，但是现在和未来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的手里，只要我们妥善地利用每一刻真实的现在，前程仍然是灿烂的。因此佛教不沉溺于对过去命运的伤感之中，而积极追求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的命运。如何把过去坎坷的命运改变成未来美好的命运呢？那就要实践改性、换心、回头、转身的功夫。如果能将难改的性格改变过来，把暴躁的脾气改成柔和，把孤僻的性情改成随缘，命运一定随之改观。现在医学发达，有人得了心脏病，换个心脏，仍然如生龙活虎般充满活力。我们的肉团心坏了，固然要动手术换掉，智慧妙心坏了，更应该改换，把坏心换成好心，把恶心换成善心，把邪心换成正心，才能延续生命，长保健康。改性换心是改变命运的药方，回头转身更是创造命运的良计。人间有许多的纷争，痛苦起因于不知回头。平时我们只知道向前挤进，甚至把自己赶入烦恼的牛角尖而浑然不觉。凡事要留个转身的余地，回头退一步想一想，以退为进，我们将会发现世界是多么的宽广辽润。3. 佛学不鼓励人听天由命，佛学希望人开创命运。有的人遭遇困境的时候，就认为冥冥中上天早已如此安排，任何的努力都是枉然的，于是消沉、沮丧，不知奋发振作，把自己宝贵的前程委诸子虚乌有的唯一神去主宰，甘心做宿命的奴隶。佛教认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任何力量都不能主宰我们的命运，即使天神也无法操纵我们的命运。我们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，我们是创造自己命运的天才。佛陀本身就是典型的例子。释迦牟尼佛未成道时，贵为一国的太子，享受无比的人间欢乐，得到万民的敬仰。但是佛陀不以皇宫的生活为满足，不甘愿做个庸碌的凡夫，于是舍弃一切的荣华富贵、亲族情爱，独自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，创造了自己广大如虚空的生命，而一切的众生也随着佛陀的证悟，开创了未来正觉幸福的命运。人生的境遇并不是命定如此，绝对不变的。上天没有能力把我们变成圣贤，上天也不能使我们成为贩夫走卒，成圣西贤都要靠自己去完成。所谓没有天生的世家，只要我们精进不懈，慧命的显发是可期的。4. 佛学不光是希望人乐天之命，更希望人洗心革命。孔子说他50而知天命，像孔子这样的圣人，也到了心智渐趋成熟的中年，才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。
可见乐天知命的不容易。但是佛教主张，除了顺应天命之外，更要进一步的洗心革命。佛陀是一位慈爱众生的宗教家，也是一位充满道德勇气的革命家。佛陀不只要改革印度四姓阶级制度的社会弊病，更要革除众生心里的种种毛病。佛陀所主张的革命不是伤害别人的性命，而是自我针砭。佛陀理想中的革命不是向外，而是对自己内心的欲望所进行的一场搏门。唯有勇于革新自己的人，才有光明的人生。常人有一种习惯，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却闻视自己的过失。佛陀数十年的教化，替我们开显了无数的法门，就是要我们洗去心中的尘垢，还给他本来污染的一片洁净。求道的过程无非是洗心涤虑，净化生命的功夫。等到天清月现，朗照大地的时候，就是与诸佛同游毕竟空的良辰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